好疼，疼的，我不是死了吗？死了是不会疼的呀。这都没摔死，命还真是够硬的。二皇子，没想到姐姐竟心思深沉到这种地步，竟用自己的性命来博取二皇子的同情。本皇子就说他会来吧，真不要脸，连妹妹的男人都勾引。我竟然穿书了！眼前这个人是当朝二皇子风南父，也是这本书男主。旁边那个声音的主人陆瑶瑶，是在这本书中英明伟大的女主。而我，倒霉蛋陆延初，穿成了同名的恶毒女配。原主爱错了人，然后在嘲笑声中被踹下高台，最后气绝身亡。我以前看这本书的时候就骂过作者，没有10年脑血栓，根本写不出这种东西。陆延初，本皇子真没想到你能贱到这种地步。你的脸皮怎么能厚成这样？二皇子，你的口臭熏到我了。就是现在！上辈子当牛做马了半辈子，加班通宵猝死，这都穿书了，谁还受你这鸟气？都是2瓣屁股装着1肚子屎跑的人，谁都不比谁高贵。陆延初，你找死！二皇子，臣女不是故意要躲开的。你想要踩死臣女，臣女应该乖乖被你踩死的。对不起，是我该死。二皇子怎么能这样呢？仗着权势欺负一个弱女子。就是，二皇子也太霸道了。陆小姐真可怜。二皇子，咱们不必为了区区一个女人毁了自己的形象。滚！谢二皇子大赦。腰背好疼，这种高处坠落的后劲比想象中还差。检测到宿主刚刚发过疯，现在绑定发疯鼠鼠。不对，口误，是八卦鼠鼠。只要多吃瓜，就能积攒积分，积分可以购买商城里的物品，鼠鼠还会随机发放奖励。叔叔，你终于来了。检测到宿主穿越后受伤，即将要嘎，特奖励1颗强身健体丹。风叔叔，你这丹药快上足球大小了，你确定这叫丹药？那个，我是新手，你是我绑定的第1个宿主，业务还不太熟练。这个丹药虽然大了一点点，但药效是保证的。这是地上搓的泥丸。狗叔叔，出来受死！算了，娘的乖宝，快让娘看看你受伤了没。这就是我这具身体的娘亲，真好看，像仙女一样。前世我一个孤儿，从小就羡慕别人有妈妈。虽然眼前的娘跟我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我在看书的时候知道，她是真心疼爱我这个养女的。谁在说话？刚才小初的嘴巴分明没有动，难道是鬼？宿主有大瓜，听不听？我的瓜，听。16年前，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，相府主母新兰生产，生下了一个女儿。叔叔，你能不能说点我不知道的？重点是，16年前新兰生下的人是你，不是陆瑶瑶。没错了，
我听到的是陆延初的心声。陆瑶瑶其实是管家的女儿，16年前，管家的夫人和你娘同时生产，管家嫉妒你们一家和美，他就趁乱把你们调换了。之后，管家夫人因为帮陆瑶瑶挡箭死了，你娘看着你没了母亲可怜，这才收了你做养女。也正是因为你们是亲母女，天生亲切，她才控制不住的对你那么好。也就是说，我才是相府的正经嫡女，而陆瑶瑶她才是管家的女儿。我这一世是有娘亲的。难怪我的小初和我长得那么相似，难怪我见到她的第一眼就忍不住想要和她亲近。我想要张口亲自问问小初，可是却怎么都说不出来。我能听到小初心里在想什么，这事是个秘密，有天道规矩约束着我，我压根没法把这个秘密说出去。娘的乖宝，你受苦了。原来娘亲的怀抱是这么的温暖，这就是有妈妈的感觉啊，真好呀！我要爱娘亲一辈子。无论往后如何，我一定要好好护着我的小初，再也不要让她再受到一丝的伤害。小姐，夫人，老夫人请您去前厅。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老夫人本就不喜欢我，这一趟必定不好过。小初，别吃了，这东西不能乱吃。陆延初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连自己妹妹的未婚夫都敢抢，还敢伤了二皇子！现在全京城都在看我们相府的笑话，你满意了？陆延初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还好意思吃？我说我是吃药吃饱的，您信吗？陆延初，当时我就说不该收养你。下人就是下人，竟会做这些见不得人的龌龊事。娘，小初是我的女儿，我不许任何人污蔑她。你竟然敢顶嘴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好一个将门虎女！来人，小初初，有大瓜，吃不吃？吃。谁在说话？是关于你奶奶的。老夫人中年丧夫，为了疏解寂寞，她院子里的侍从都被她强行睡过。啊，这么炸裂，看不出来啊，我这奶奶挺开放的。是真的，就在刚才，她才刚刚睡了一个名叫铁柱的侍从，听到丫鬟禀报你的事，这才急匆匆提了裤子赶过来的。就在刚才吗？对。那跟奶奶相比起来，我送个小糕点，这哪叫龌龊呀？这道心声千万别被其他人听到啊！我经营了一辈子的名声，可不能就这么毁了。完了，他们好像都听到了。老夫人，你这等家宅丑闻要是传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奶奶，您怎么走了？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还没办完吗？演出，有些事在外不可乱说。我还真知道一些不能说的秘密，不过前提是你们对我好，我就不说了。大不了大家一起丢人，一起死了。蠢货，惹到我你算是踢到铁板了。没一个省心的。
让娘摔死你！真是命大，这么高摔下来，居然没摔着。快去请大夫！娘的乖宝，你爬那么高，小心摔了。抱紧树干，娘来接你好不好？不用，我自己能下去。娘的乖宝，你身上还有伤，刚才多危险呢！娘，刚才危险的是我。哦，叔叔，我大哥有瓜吗？有，你大哥的未婚妻是假的。啥？假的？未婚妻？原来的苏雪儿确实是女的，但是真正的苏雪儿早就已经和情郎私奔了。苏家为了颜面，所以让苏雪儿的侍从戴上人皮面具假扮她，因为这个侍从是和她一起长大的，对她的一言一行最为了解。苏雪儿身量较高，苏家没有找到合适的侍女，就用了那个侍从，两人的身形也相似。那不是女子的腿，上次去山上打琴，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。风翼，你是喜欢女子的吧？娘也能听到陆言初的心声。孩儿当然是喜欢女子了。不行，我得找瑶瑶确认一下。瑶瑶，你和雪儿是最要好的闺中密友，你有发现她到底是男是女吗？大哥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既都说了雪儿是我的闺中密友了，她又怎么可能会是男的？瑶瑶听不到陆言初的心声，我们都能听到，为什么偏偏瑶瑶听不到？还有刚刚陆言初好像说她是我的亲妹妹，她怎么会这么说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两位哥哥，还这般对待二皇子？皇家怪罪下来，咱们丞相府可是要遭难的。咱二皇子算什么？他今天那一字马被我拉得可直了，看那头上还肿着包呢，我磕的。大家今天怎么都表现得这么奇怪？不仅如此啊，二皇子还吃狗屎了呢。虽然他挡得及时，但别人没看到，我那个角度可是看到了。也不知道陆瑶瑶要是知道了，往后还能不能亲得下去嘴？完蛋，丞相府要完蛋了！你，二皇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二皇子身上好像有一股奇怪的味道。二皇子，我家小初年小不懂事，你有怒火就冲着我来，别怪小初。我的乖宝已经受了够多的苦了，我不能再让他有事。这就是被家人保护的感觉，真好呀。你要是敢对我和我的家人做什么，我就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，你风南妇吃过狗屎，还是新鲜的。咱们走着瞧。娘的乖宝，你没事吧？二皇子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娘，我没事，我只是威胁他，要是敢对我和丞相府做什么，我就让全天下都知道他吃过新鲜的狗屎。娘，都这时候了，您还偏袒姐姐？二皇子不是个好相鱼的，姐姐这么对二皇子，他定然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你身为他的未婚妻，又是丞相府的女儿，自然该出面去好好安慰他。有你在，丞相府肯定没事的，你说对吧，瑶瑶？那个安抚他可以，但是男女授受不亲，不要跟他有什么接触，说不定他还吃了别的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二皇子金尊玉贵，所食所用皆是上品，他怎会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总之你别和他有什么接触。
你们都能听到。那是小初的声音，但他嘴巴没动，那到底是什么？是心声。今天小初回来后，我就能听到了。安红，我从小初的心声里听到了一个大秘密。又是什么秘密？今天听到的2个秘密已经够我头疼的了。小初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那瑶瑶呢？16年前，管家嫉妒咱们陆家和美，趁乱调换了孩子。管家夫人因救瑶瑶而死，咱们陆家怜悯，将她失去母亲的孩子收为养女，却不知道那个被收养的孩子，正是咱们的亲生骨肉。等管家抓回来，咱们再下定论。我上辈子是孤儿，在哪儿过都一样，但这里有疼爱我的娘亲，我怎么也要守护好她。陆瑶瑶我倒是不担心，倒是二皇子，虽有把柄在我手，但他若打死不认，我也没办法。当务之急是要找个比二皇子权势更大的靠山。我记得太子封北池是个残疾，一直坐在轮椅上。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照书中所说，他因为身体问题，性格阴翳狠辣，是书中最大的反派。那一个双腿不能行走的残疾人，又怎么能登基为帝呢？倒是封南府在女主陆瑶瑶和丞相一家的帮助下登基为帝了，而我这个炮灰女婿，在他登基后被处以五马分尸之刑。不要！在之后，新兰因为太过思念我，抑郁成疾，早早撒手人寰。不行，我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既然注定是死局，我不如努力争取下，说不定就能逆转局面，寻得一丝生机呢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一直嫉妒我是爹娘的亲生女儿，可是你也不能为了抢我的东西，编造出这样一个荒唐的故事来吧？什么故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难道是娘亲终于发现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儿了？娘亲威武，我的亲娘，您是我的神。为什么只说娘亲威武？我也有功劳的好不好？我也想当女儿心里的神。到了这时候，你还在装傻？要不是你离间我和爹娘，硬说我是管家的女儿，爹娘又怎会把管家拉过来和我对峙？爹娘，我在您二位膝下尽孝16载，您二位怎能随意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？分明是他不甘做个养女，联合他父亲来构陷我。爹娘，你们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了吗？娘，瑶瑶知道您喜欢姐姐，也素来偏心姐姐，可是在这等大事上，您都不愿意站在公平的位置上替女儿伸冤吗？周管家，你自己说，到底谁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你可想清楚了？要是你敢说谎，你知道我的手段。夫人，老奴没有说谎呀，言初才是老奴的女儿，这您二位都知道的呀。娘，周管家都被逼到这份上了，不可能说假话的。娘，您怎么会？夫人，娘，你们都别过来！为了我的乖宝，我只能委屈你了。周管家，再不说实话，我就杀了他。就算是错杀，我心兰也认。承认瑶瑶是我女儿，至少她和二皇子定了亲，丞相府不会随便处死她。若是继续打死不认，心兰这个疯婆娘指不定会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来。我说，瑶瑶就是我的女儿。你休要胡说八道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？瑶瑶的后腰处有一块褐色的月牙形胎记，她吃杏仁会起疹子，是随了我；她头发带着卷儿，是随了她娘。准备清水到前厅，滴血认亲。
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好女儿，爹还不是为了让你有个好的未来。生在奴才家，入了奴籍，一辈子都是奴，哪儿还有未来？天哪，我的娘亲也太帅了吧！刚刚那抽剑出鞘的样子，简直帅炸了！原来有娘亲护着是这种感觉啊！娘。凭什么我丞相府嫡女之位要让给他？慢着，瑶瑶和二皇子已经定下了婚约，她就是我们陆家的女儿。我不同意。那就收养瑶瑶为养女，至于二皇子那边，还是如实告知。退下。陆延初，你给本王滚出来！呀，原来是二皇子！一大早的，我还以为是来了只狗在我门前叫唤呢。怠慢怠慢，二皇子见谅。你竟然敢说本王是狗！没有呀，我只是以为是狗嘛，毕竟有一股浓烈的屎臭味。怎么可能？娘的乖宝，你怎么样？二皇子，您想对小女做什么？娘，二皇子一来就伸手扯我的领口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乖宝不怕，娘亲在。啊！陆延初，你说本王非礼你！你给本王想清楚！你敢冤枉本王，本王绝不会原谅你，更不可能再多看你一眼。娘，他还要盯着我看。哼，要不是我反应快，这疯狗说不定已经咬上我了。那个想来是一场误会。二皇子，今晨皇后得知了小初身世的事，正召我们进宫呢。您看，娘，您看出来啦？我是你娘，就你那点小心思，还能瞒过娘的眼睛？小初，你如实告诉娘亲，你还喜欢二皇子吗？不，早就不喜欢了。他没要娶我的意思，我何必委屈自己呢？小初，你能这么想，真是太好了。娘的乖宝，你听娘说，二皇子绝非良配，他利益心太重，你心思单纯，玩不过他的。现在你证明了，娘一定会为你寻个好姻缘，让你往后都开开心心的。就算是咱们招赘也好啊，让娘的乖宝留在娘的身边，娘护你一辈子才放心。好，你就惯着他吧。我自己的女儿，我当然要惯着了。走，娘给你好好打扮打扮。你现在可是我们丞相府的嫡小姐了，这行头可不能差了去。坐下，让娘亲好好给你打扮打扮。快，梳子，还有那对金钗。我的女儿真好看。走，
出去让你父亲他们看看。父亲大哥，我这身衣服好看吗？好看。从前怕陆瑶瑶记恨，不敢后代言出，今后终于可以无需顾忌了。娘亲，你在想什么？宫里传旨，皇后娘娘让我带着你和陆瑶瑶进宫觐见。既然她生病了，娘亲就只带你去。好。臣妇携小女恭叩皇后娘娘圣安。都起来吧，没外人在，不必拘礼。多谢皇后。你看你，每次都这般客气，弄得咱们都疏远了。一段时间不见，小初又长大了，真好看。这般一打扮，跟你年轻时可太像了。本宫就说小初长得像你吧，看，还真是你的女儿。那对于周管家妇女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皇后恕罪，我和安红收了陆瑶瑶做养女。是你婆母做的主吧？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。别自责，但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陆瑶瑶留下便罢了，但那个管家绝不能留。不急，本宫下道懿旨，处置了他便是。多谢皇后，你看你又客气了。宿主，有瓜吃不吃？说吧，皇后的儿子也就是太子，他双腿残疾，不是天生的，是出生时就被人下了毒。什么人这么大胆子，连太子都敢下毒？当然是二皇子的母妃柳贵妃了。当时他们两人同时怀了孩子，柳贵妃的月份比皇后小，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，他就给皇后下毒，只是下了几次都没成功，都被皇后阴差阳错避开了。于是，在皇后生下太子满月时，他寻来了一种无色无味的西域奇药，涂抹在太子的玩具中，这导致太子中毒，双腿残疾，终生不能行走。那太子的腿还有的治吗？不能治了，他残疾了20几年，双腿的肌肉早就萎缩了，治好了也不能走路了。唉，真是太惨了。都给本宫退下，全部退下！小初，你让高嬷嬷领你去御花园转转，那里的花开得正艳，娘和皇后说些话。哦，陆小姐，随我来吧。兰儿，方才你是不是也听到了？那是小初的心声，此事说来话长，娘娘，您且听臣妇细说。也就是说，小初那孩子的心声都是真的。我的孩子，他真的不是天生残疾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他，他还那么小的时候竟然就中了毒，是我害了他啊！不怪你，这不怪你，不怪你。这朵花好好看，那朵花也很漂亮。陆小姐，这株是番邦进贡的醉胭脂，名字的由来是因其花色如酒后红晕。哟，这是谁家的闺女？臣女陆言初参见皇上，参见柳贵妃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愿贵妃安康。你是哪家的姑娘？朕怎么从未见过你？回陛下，臣女的父亲是丞相陆安弘。哦，你就是那个被调换的丞相府嫡女？正是臣女。那你怎么知道朕是皇上？朕身边的是柳贵妃。自您一出现，臣女就感到无形威严扑面而来。臣女想，天底下有如此气势的，也就皇上您一位了吧。这小丫头马屁拍的倒是一点不含糊。这丫头小嘴儿还挺甜呢。臣女只是实话实说。至于柳贵妃您，臣女早就有所耳闻，传闻您是宫里最有风情且婀娜多姿的贵妃。
臣女一见便知是您了。宿主有大瓜，吃不吃？吃。刚才是这丫头在说话，可她嘴明明没动，那另一道声音又是谁？你眼前的柳贵妃，她每天在皇上的饭菜里抹屎。你说啥？柳贵妃痛恨皇上不废太子，不给二皇子机会，所以2年前就开始每天抹一点屎，再用香料盖住。你说吃屎会吃上瘾吗？以后要是不吃了，会不会不习惯？可能会吧。朕贵为95之尊，竟然吃了2年带屎的饭菜。皇上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皇上这是怎么了？不会是怀了吧？男人是不会怀孩子的。对哦，但我看他的样子真的很像孕反啊。皇上，快端水来，快拿干净的帕子。叔叔，你说皇上吐的东西里会有屎吗？这一进一出的屎又从嘴里过了一遍。真惨啊！太医，快传太医！你怎么不等皇上死了才喊太医？这太监业务能力不行啊，差评。陛下，是早晨臣妾给您做的早膳不合胃口吗？流氓，你给我滚！朕要你杀了他。是。你是和你母亲一同进宫的。是。叔叔，我该怎么提醒皇上啊？吃屎这事儿太恶心了，天天吃，早朝臣子不得被熏死？俺也不晓得。你母亲在坤宁宫。是。走吧，跟朕去看看。臣妾给陛下请安，臣妇给陛下请安。皇后，你哭过了？回皇上，臣妾许久未见兰儿，提起往事，伤怀了些。坐吧。哎，本就是相爱的一对，搞这么疏离，那不是给有心人提供可乘之机吗？叔叔，哪一对？你是说皇上和皇后吗？对呀，这2人青梅竹马，经历过许多坎坷才走到一起的。结果皇后怀孕时，柳贵妃设计让自己怀了孩子，再加上朝堂那点事，后宫人一多，2人生了隔阂，就越走越远喽。其实这2人都深爱着对方，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，都不愿意跨过那道坎。这要是换成我当场就把那贵妃的孩子搞死了。哼！对呀，自己的幸福就要自己争取，要么当时就把那小脑完全不发育的家伙搞死，要么就直接走人，潇洒去，何必困在这宫墙里？皇上，小女性子莽撞，定是冲撞了您，望您恕罪。娘，我没干什么坏事。起来吧。这茶刚好适口，你喝点儿。一盏茶就想把我打发了？哇哦，皇后笑起来也太好看了吧，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呐！就你小嘴最甜。那皇后和你娘谁最好看？那个皇后最好看。
皇上、皇后，臣女有个不情之请。哦，说来听听。皇上、皇后，臣女想要嫁给太子。小初，你在说什么？娘，我是认真的，我爱慕太子已久，早就想要嫁给太子了。如今我已经及笄，您就成全我吧。皇后您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对太子的。朕倒是觉得，只要你不嫌弃太子残疾，你与太子倒是良配。朕看今天天气不错，不如咱们叫上几位大臣去御花园。那皇上，我想嫁给太子的事。你与太子尚未见过面，不如等会见一面再决定也是好事。太子封北池，他长得应该不差吧？书中好像提过，说太子容貌像母，是3个皇子里最好看的一个。啊？儿臣参见父皇母后。北池，今日天气好，你父皇说让你出来坐坐，别总闷在东宫里。叔，这就是太子。他长得确实好看，但这气场也太吓人了吧！我感觉他的眼神能直接把人的血管冻住。宿主，这算什么？他还没开始呢。你要是现在怂了，我建议你趁早换个目标。不过嘛，我得提醒你，整个大蜂巢比二皇子权势大的也就这一位了，你爱嫁不嫁？北池，今日叫你来是有件事想与你商议。丞相府的嫡女陆延初方才在坤宁宫里跟朕说，她爱慕你已久，想要嫁与你为妃。爱慕我？陆小姐，你爱慕我什么？爱慕我是个残废，还是爱慕东宫那4面高墙？太子殿下，您这话说的不对。第一，您不是残废，您只是腿生病了。第二，东宫高墙我没住过，怎知好坏？第三，我来求这门亲事不是来施舍您，也不是来同情您的，我是觉得您合适。您想啊，您需要一个不会在背后捅刀子的太子妃，而我需要一个能护住我和我娘的靠山，咱们这叫各取所需，公平交易，谁也不欠谁的。所以殿下，您要是觉得我不合适，大可以直说，我绝不纠缠，但您别拿那些话来噎我，我不吃这套。我的傻乖宝啊，你这是求亲还是谈判啊？陆延初，你不怕本王吗？那殿下也得先娶了我才知道啊，况且太子哥哥长得这么好看。你倒是胆大，儿臣的事由父皇母后做主便是。嘿，我厉害吧？厉害，你最厉害！太子哥哥，我推你到那边赏花吧。自此，丞相府嫡女与东宫太子的缘分便在这漫天海棠春色里悄然落定。